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掌纹杂乱的人命运如何。手相算命在中国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和传承，至今已经包含了人生各个方面的运势。在现今仍然有很多人会选择通过观察手相判断自己人生的命运。而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有的人手纹很清晰干净，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干扰线；有的人手纹非常杂乱，甚至看不清主线是哪条。其实在相学中，手纹乱不乱都是有深意的。通常来说，手掌纹路易清晰粗壮不浮浅，既混乱模糊不清楚。如果一个人的掌纹生得杂乱无章模糊不清的话，通常为不吉之特征，预示其人生命运状态不是很理想。今天小酱之就来给酱友们讲一讲手纹乱的人命运如何。一、主纹路掌纹乱的人命运如何？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手掌上都有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等主线。那如果是这几条主线的纹路杂乱，对个人命运有何影响呢？小酱之先为酱友们讲解一下。一、事业线紊乱，命运坎坷。当事业线被一众杂乱的纹路所乱时，此人的手相已经有所定论，即此人的命运的确坎坷，属于真正的命不好。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形势如此，没有了事业，如果恰好还是一个男生，那么此人的命运更是雪上加霜。如果此人是女生，尚还可以通过婚姻线来进行补救，尚有一线生机。二、感情线紊乱，招财进宝。若是一个人的感情线被各种杂乱细纹所扰，这样的手相则不必太担心，除非在看手相的时候已经30多岁，尚处于单身阶段，会因为婚姻问题而产生命运坎坷的错觉，否则无论是从人的寿命方面或是事业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另外，感情线紊乱的人财运多半都是很好的，所以在现代社会看来，这样的人命是真的很好。三、生命线紊乱，走向极端。对于一个生命线紊乱的人来说，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看手相之前，可能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和举动出来，这正是他们命运走向极端的具体展现。所以生命线紊乱的人，他们的一生运势可以是极好的，也可以是极差的，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来回震荡，直到生命的尽头。四、智慧线紊乱，思想混乱。一根智慧线会分出来很多智慧线，到底哪一条是智慧线，自己都看不出来。有这样智慧的人，表示思想很复杂，在生活中往往别人会感觉到你没有规律，没有组织观念，常常因为你的多变而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只会产生厌恶的感觉，从而使你的事业也很麻烦。二、掌纹杂乱无章的人命运如何？掌纹杂乱还有一种情况，即整体掌纹都比较杂乱。如果是这样，个人的命运又如何呢？不同的人命运如何呢？一、掌纹杂乱的人多思虑。古语有掌乱心乱，掌清心清之说，也就是说，掌纹杂乱的人心思敏感多虑，容易心绪不宁，易自寻烦恼。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而从生命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掌纹复杂混乱代表生命处于复杂状态之中，躯体和头脑神经存在容易过敏的情况，情绪也容易受到生理影响而变得多虑、多愁善感。二、掌纹杂乱的人运势波动大。掌纹乱的人一生可能会比较曲折，起伏较大，人生的际遇变化也会相对较多，相对比较忙碌。而且这类人的事业运、感情运势也不稳定，有着非常大的波动，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更是如此，根本无法保持长久的稳定感情态度，总是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和爱人发生矛盾，并最终导致感情失败。三、掌纹乱的人一生较劳碌。如果手掌中有无数的障碍线横穿而过，并且和其他的掌纹交织在一起，如渔网一般，以致分不出哪条线连接着哪条线，再加上皮肤比较坚硬且粗糙，其人可能常会为钱财而奔波劳碌。假如掌中的纹路也呈网状，线条难以分辨，但手掌上的皮肤却十分柔软，这样的人比较神经质或反应不灵活，在待人处事上欠缺圆融。如果掌纹明显多且乱，生命线中间断开，表示中年会有手术、受伤等状况出现。四、女人掌纹杂乱。大部分女性的长相多是紊乱的，
很少见到掌纹很清晰的亮掌。女性掌纹轻代表性格开朗，处事果断，不会婆婆妈妈。反之，掌纹杂乱，细如乱丝的女人，虽心地善良，情感细腻，但也多愁善感，耳根子软，遇事拿不定主意，经常为小事烦恼，容易胡思乱想，庸人自扰，患得患失。5. 男人掌纹杂乱。男人的掌纹易清晰明朗，即杂乱。手纹乱的男人大多都脾气暴躁，欠缺主见，思虑过多，性情烦乱，情绪不受控制，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便大发脾气，因此人缘较差，命运波折多。如果智慧线、感情线、生命线这3大主线清晰有势的话，命运还不至于太坏。如果3大主线也生得模糊不清的话，则其人的一生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了。3. 掌纹杂乱的人如何化解运势不利？手掌纹乱的人大多容易心事不宁，一天烦恼，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命好命苦全是心态问题，因此平时要注意从性格方面加以化解。1. 多参与社交，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有助提升人际关系，为自己制多点与人相处的机会，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2. 适合晚婚，择偶时最好选择较年长的或离过婚的，早婚易跟伴侣发生摩擦，所以建议晚婚较为有利。3. 培养兴趣，手掌乱纹多，手掌纹很乱的人一般比较心散，想法亦多，但不专一。如果能找到一项适合个人发展的兴趣，有助于培养专一的能力。不过小酱汁提醒您，想要准确得知自己的命运走向，仅看手相还不够准确，最好是以生辰八字为基准，通过你出生的年月日时，提供你最完整的每个10年的大运分析，包含爱情、事业、财富等6大运势、好运机会点与助运综合建议，是你了解命运、把握命运、过好每个人生阶段的重要参考。俗话说得好，十指连心。通过对手掌手相的观察，能够了解自身身体不同部位、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这也是为何说手相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健康运势的变化。而想通过手相了解身体健康状态，那么首先就要对健康线有所了解。那什么是健康线？健康线有什么特点？不同形态的健康线代表什么含义呢？小酱汁今天就来给酱友们具体说一说。1. 什么是健康线？健康线起自手腕线，穿过月球、火星平原，一直向水星球延伸。也有一些健康线起自生命线，然后向水星球延伸。健康线的长短不一，有的很短，直达感情线；有的很长，可以直达水星球。如果说生命线代表的是一个人先天寿命的长短，那么健康线则反映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好坏。2. 健康线的特点。健康线与其他纹线不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相反，假如手掌中完全没有健康线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表示其人身体状况非常好，体魄强健，神经机能健全。而当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衰退，健康正在慢慢出现问题时，健康线才会有所显现。这时通过观察健康线的深浅、形态、位置以及颜色，可以大致了解其人身体哪些部位出现问题，应该如何防范。3. 不同形态的健康线有何含义？ 1. 健康线清晰无断裂。身长清晰的健康线表示个人健康状况良好，有充沛的体能，而耐力极强，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工作。不过一般来说，如果原本没有健康线，身体机能也正常，但手上却突然出现了健康线，就表示近期过于疲劳，需要好好休息。2. 健康线呈波浪状。具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感单机能较为衰弱，肝火较旺，脾气容易急躁。假如健康线上又出杂纹，看上去甚为凌乱的话，则表示其人会因为消化器官疾病而导致记忆力减退，同时也是事业上不如意的表现。3. 健康线短而分叉。健康线很短，而且前端分叉或者模糊不清，表示其体质较弱，抵抗力差，小病不断，容易生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衰老的比较早。
此外，其人容易遭遇突发灾祸，应远离危险之地。在操作一些大型工具时，也是非常的小心。4. 健康线不连贯。健康线如果断断续续不编贯，表示其人的消化机能正在衰退，很容易患上肠胃疾病，偶尔则会发生肺炎或者内膜炎等病。尤其健康线成片段形、成梯形时，这种迹象更会明显。而当断断续续的健康线与非常弱的生命线相交时，表示其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好，是一种短寿的表现。有这种健康线的人需要多加注意，最好能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以求恢复原有的机能。这样不佳的健康线也会转好。在饮食上要注意避免暴饮暴食、酗酒、忌食辛辣和刺激性强的食物。另外，身心压力大也是造成消化系统病变的原因之一，要及时给自己减压。5. 健康线呈锁链状。健康线呈锁链状的话，表示其人容易患上脑部疾病，如精神衰弱、失眠等症，而其人的意志力不太坚定，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6. 健康线变色。当健康线突然变黄时，表示其人很可能肝脏出问题，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如果健康线上有赤色的斑点，则代表的是热病；出现黑色的斑点，可能患有慢性消化道疾病。7. 杂乱无章的健康线。就是健康线出现杂乱纹路，表示为人飞扬跋扈，不能和周围人和谐相处，总是喜欢自作主张，不听从别人的意见，与人相处也总是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口角摩擦等等。8. 健康线穿过生命线。良好的健康线最好要与生命线分开一段距离，而如果健康线与生命线相交，或者穿过生命线的话，表示其人外强中干，内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可能出现问题，易患有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而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非常固执。9. 健康线止于感情线。健康线如果从生命线的内侧出发，止于感情线，表示其人的心脏功能较弱。如果健康线的颜色为青色，而且很粗的话，则是表示心脏衰弱、血液循环不良。假如健康线起自生命线，止于感情线的话，也代表其人心脏功能不佳，需要多加注意。假如健康线只在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的话，则表示其人个性非常顽固，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同时要注意头部和心脏方面的疾病。10. 健康线止于智慧线。健康线终止于智慧线时，代表其人易患脑部疾病。假如智慧线与健康线相交出现星号时，女性的话容易发生难产或者不能生育，男性的话则表示性机能较弱或者难于得到孩子。11. 向金星丘延伸的健康线。由生命线内侧延伸，健康线从生命线内侧延展而出，且色泽极差，表示心脏功能较弱。小酱汁建议，因为容易患心脏病，所以在平时生活中要多注意缓解自身压力，不要给心脏增加负担。12. 连接感情线与智慧线的健康线。连接感情线和智慧线的健康线就是健康线的两端，连接着感情线和智慧线，表示总是会固执己见，不懂变通，在与人沟通上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太容易协调，是非纠纷也不断。4. 健康线上出现其他纹路。1. 出现十字的健康线。出现十字的健康线是指靠近月丘的位置，健康线上出现了十字纹路，表示为人心思细腻，脑筋转得快，对于新奇的事物总是会有浓厚的兴趣，喜欢接触有神秘感的事物，但在身体方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小毛病产生，要特别引起注意，否则小病也会慢慢发展成大病。2. 健康线与智慧的交汇处有星纹。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的部位有星纹，表示会在怀孕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或是预示生产时会发生意外。建议夫妻双方要多沟通，
另外还要知道，压力也是导致不孕的原因之一，因此凡事不要斤斤计较，要懂得享受生活。3、健康线上有导纹。假如在健康线上出现导纹的话，表示其人呼吸系统不是太健康，咽喉部位可能患有疾病。如果这个人的指甲非常的长，同时健康线上又有岛的形状，又有纵纹的话，表示的是这一个人特别容易患上肺部疾病。如果这个导纹上面又出现了格子或者方块状的纹路，表示其人很可能要动肺部手术。如果是左手的指甲比右手稍短，且健康线上有导纹的话，表示其人容易患支气管疾病。而假如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处有导纹出现的话，则表示其人很有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身体健康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无论事业多成功，生活多富足，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是无福享受。因此，大家平时一定要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看看是否有健康线的出现。假如已经出现了健康线，那便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不要让小病变成了大病才去关注，往往为时已晚。手掌5种富贵纹，年龄越大越享福。看手相是民间常用来判断命运吉凶的一个方法。从一个人双手的色泽、形状、掌纹可以看出其健康状况、性格和命运等等。一个人的气色好，手掌色泽明亮，纹路清晰，那么运气也相对极好。那么什么样的掌纹最好命呢？什么样的掌纹命不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5种掌纹命最好。有贵人纹。在手相中，如果生命线内侧还有1条或者2、3条短浅的生命线，此纹也被称之为贵人纹，不仅代表身体恢复能力较强，而且命中贵人运极强，早年无所成的有大器晚成之意，中年以后运气才开始越来越好。若是贵人纹呈交叉状，在手相中这种手纹也叫做月带马。男性有此手纹则一生事业有成，遇到困难和挫折通常能够逢凶化吉，晚年名利双收，越老越富贵。女性若有此手纹，通常很有福气，不仅自己运势好，能帮夫旺夫，生活越过越红火。有不动产。手相中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被称之为不动产线，有此手纹的人获得不动产的几率很大。若是不动产线在手掌愈下方出现，那么表示得到房产的机会愈早，有可能是父母赠送或者是自己赚来的，可搭配其他纹路一起参照分析。如果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那么表示此人不动产运非常的好，可以通过搞房地产掌握更大的财运。有钱财纹。钱财纹指的是出现在无名指和小指根部的下面的一些细小的纹线。钱财纹和财运成正比，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钱财纹数量越多，就代表生活中越有钱花，财源不断，赚钱门路多，从不缺钱花。有这种最好命的掌纹的人，一生财运很好，平时会时不时获得工作奖金、意外小奖、分红等等，让人羡慕不已。有元宝形状纹路。人的掌纹中有很多纹路，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一些1线辅助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即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手纹代表着财富和财富，元宝形状越大，代表着财产就会越多。有些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这样的人也会很富有。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在手相中，我们一般通过婚姻线的条数和位置来判断一个人的婚姻感情状况。如果一个人的婚姻线延长与太阳线重合，那么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富贵手相。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通常事业顺利，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地位。若是女人有此手纹，代表着姻缘旺，能嫁给一个有钱的好老公，婚后旺夫，一生钱财无忧，生活幸福美满。命不好的掌纹。生命线断开。生命线是手掌中掌握自己生命的一条线，从这条线能够看到自己一生的转折点和将会经历的挫折。
一般生命线都是连续的，如果有中断的现象，或者是纹路不清晰，那么代表着这个人的生命状况不是很清晰，容易得病，而且福禄比较浅薄，甚至会没有儿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若是子女缘浅薄，就表示很难会怀孕。2. 川字纹。川字纹的手纹平时属于比较少见的类型，所谓的川字纹又称为生命线，感情线以及事业线各不相交，形成一个川字。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生活很艰辛，从小坎坷多磨，无法得到家人的扶持和帮助，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打拼的过程十分艰辛。另外，这种手型的人通常都是能力平庸，做事不能持之以恒，半途总是会产生放弃的念头，注定一事无成。3. 事业线从感情线分叉。感情线起于手掌的尾部、基部之侧面，横伸向食指下方的木星丘部和中指下方的土星丘之间。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从感情线的位置就开始分叉，说明这个人做事的风格都是那种比较夸张类型，而且和别人不太一样，做什么都是很努力，有精力，做事有自己的思想，还能够结合别人的意见，所以做事很容易成功，能够很好的利用自己的优势，掌握最一手的资源，所以人际关系很好，人缘好，很容易就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感。4. 没有神门穴。神门穴是位于手腕处的横纹，从这里反映出此人的子孙运势情况如何。如果一个人缺少神门穴，说明事业经常遭遇不顺，自身都感到自身难保，遇到事情总是表现得犹豫不决，常年在外忙自己的事业，但是儿女运同样浅薄，命势不好，很难改变，遭遇的坎坷比较多，婚姻也不顺。除了手中的掌纹，你会发现许多人的手指甲也是不同的，有人是圆形指甲，也有人是方形指甲，也有人是三角形指甲。那么你知道吗？手相中每种不同的手指甲都有不同的含义，隐藏着一个人命运贫富贵贱。接下来小酱汁继续和大家说说手指甲的秘密。1. 正方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外形呈正方形状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方面非常的正直，做起事儿来非常的认真负责，属于特别爱岗敬业的类型。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真诚和用心，不喜欢玩弄虚作假，不论做什么都会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事业心较强，收入也比较稳定，财运和收入状况良好。在感情中也是爱恨分明，不喜欢欺骗，所以也能赢得对方的真心，感情顺利。2. 长方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长方形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做事不急不躁，非常的沉稳大气，而且心胸宽广，不喜欢斤斤计较，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担当力，敢作敢为，内心坚韧。男人长有此种指甲的话，胸襟宽阔，能力突出，在事业方面能成大器。女人有此指甲形状，事业心强，属于典型的女强人，不喜欢依附于人，性格坚强，异性缘也比较的好。3. 百合外形的指甲。所谓的百合型指甲，指的是指甲长得稍长，且中间部位较为突出，并且指甲的四周向内去，看上去如同百合片一般。这种指甲类型看上去非常的漂亮，比较常见于女性的手指甲。不过不论男女，长有此种指甲类型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和善良，有着很强的亲和力，人缘特别的好，特别的招人待见，朋友较多，桃花运和事业运都比较的顺利。4. 圆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指甲形状呈圆形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反应比较快，处事也特别的灵活多变，有着很强的变通能力，为人处事不死板，而且性格温厚，不喜欢争强好胜，属于那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而且态度非常的踏实稳重，也特别的会照顾人。婚后非常懂得体贴和关心自己的另一半，家庭责任感比较重，婚后也比较顾家，感情稳定，家庭和睦。5. 扇外形指甲。所谓的扇贝型指甲，指的是指甲的形状下窄上宽，但指端部位呈圆弧形状。长有这种指甲类型的人，一般天生体质较好，身体素质好，不容易生病，
而且做事执着而认真，有着很强的耐心和耐力，特别的能吃苦耐劳，只要决定的事情，不论再艰难，也会勇敢的去面对和完成。对待感情同样是如此，只要认准的人就会勇敢而坚定的追求，对待感情非常的专一，属于特别务实的类型。6. 梯形指甲，与扇形指甲正好相反，梯形指甲的重要特征便是指甲的形状呈下宽上窄状，且指头部位的指甲线条较直。长有这种指甲的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都非常的低调，性格也比较的内敛，做事朴实，属于非常务实的一类人，而且思维缜密，做事很有规划和想法，不会贪功冒进，喜欢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感情中也更加注重对方的品行，事业和财运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一个态势。7. 凹凸不平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一直看上去凹凸不平的话，这种对于自身的运势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若是在某一时间内突然变成这样的话，大多皆由于近期的营养或者饮食不均衡所致，也代表着近期的健康状况不佳，身体方面会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而且心思也会变得较为浮躁，做事缺乏耐心和细心，容易因为思考而坏事。狭长外形的指甲，如果一个人的指甲形状呈狭长类型的话，这种人一般具有艺术方面的才华和天赋，相比较物资而言，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和享受，想法也比较的不切实际，也特别的喜欢钻牛角尖儿，属于那种具有完美主义情节的人，凡事都力求完美，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传承的民族图腾，我们更是被誉为龙的传人，足见龙在我国的历史上的地位非常的高。从古至今，无论什么社会阶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和龙沾点边。于是民间便诞生了一句俗话：头生九龙骨，早晚必显贵。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头上有长着9块龙骨，那么这个人迟早都会成为达官贵人。一时间，这句话风靡华夏大地，许多人都参照着这句话，试图在自己身上找到哪怕一丝符合描述的特征。那么这9块龙骨到底是哪几块骨头，又为何会成为彰显富贵的象征呢？今天小酱汁就来说一说这其中的故事。1. 颧骨，作为人类头部骨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颧骨能够成为9块龙骨之一是非常合理的。颧骨位于人类头颅两侧，靠着头骨的其他部位，并且连接着鼻子脸颊。可以说，颧骨的形状是决定这一个人面容是否好看的基础。古人讲究的帝王之相中，颧骨饱满就是最重要的标准。因为饱满的颧骨能够撑起人的脸部，让人的面容看起来四方而协调，长相看起来很端正。如果颧骨突出或者内陷，就会让一个人的面部比例不协调，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尖嘴猴腮。而一个尖嘴猴腮的人是怎么都不会被人认为是帝王之相的。同时，颧骨的权字与权力的权字发音一致，因此长着良好的颧骨的人也会被认为能在未来手里握有巨大的权力。2. 龙角骨与龙宫骨，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能为自己的容貌加分不少。龙角骨和龙宫骨就是决定眼睛是否好看的骨头，也是头骨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龙角骨在眼睛的上方，是眼眶的上半部分，因此平滑的龙角骨能够勾勒出帅气的眉毛和眼型。我们常说的剑眉和柳叶眉，就是拥有平滑的龙角骨的男性和女性。而龙宫骨在眼睛的下方，是眼眶的下半部分，同时也起到了塑造眼型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龙角骨饱满，那么他的眼睛就会炯炯有神。反之，一个龙角骨若是内陷，那么此人的眼睛就会随着一起内陷，会显得没有精神。所以，如果一个人的龙角骨和龙宫骨都长势完美，那么他就会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自然是会被人所夸赞的。3. 日角骨与月角骨，
日角骨和月角骨在人眉毛的两侧，是龙角骨延伸出去的部分，与龙角骨一起组成了眉毛部分的形状。如果说龙角骨是给眉毛定型，那么日角骨和月角骨就是对于一个人的眉毛精雕细刻了。如果一个人的日角骨和月角骨能够顺着龙角骨延伸，那么这个人的眉毛就会和眼睛持平，保持一个非常好看的角度。如果此人的眉毛正好是剑眉，而日角骨和月角骨也很平顺，那么有了这个合适的角度，眉毛就会展露出一股英气，给人年少气盛的感觉，让人觉得此人年少有为，久而久之，自然就会被当成帝王之相了。4. 一马骨，颧骨和鬓角的连接之处就是一马骨，这块骨头决定了颧骨的走势，就像是一个将军指挥军队一样，支配着颧骨。如果一马骨的长势良好，同时也会带动颧骨的生长，所以一马骨是非常重要的头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一马骨也控制了古人鬓发的走向。我们都知道，古代的人都会留非常长的鬓发，然后细细打理。一马骨能够左右鬓发的走势，让有的人的鬓发能够垂直向下，颇具仙风道骨。同时，它也能让有的人鬓发四处横生，就像张飞、李逵一样，怒发冲冠，混乱无比。前者的形象能够被认为是稳重有大局观，而后者则只能够被当作莽夫与勇士，无缘帝王之相了。5. 将军骨，在左右耳上方的骨头被称为将军骨，同样这一块区域的骨头也是帝王之相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军骨控制着耳朵的生长，如果一个人将军骨内陷，那么这个人的耳朵就会贴合头部，整个头部失去了耳朵扩展出去的区域，就会显得比例失调。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将军骨突出，那么此人的耳朵就会外扩。俗话说大耳朵好福气，将军骨延伸而导致外扩的耳朵，就会被古人认为是好运的象征。6. 伏羲骨，伏羲骨又称伏羲骨，从字面上看就能看出这块骨头在头骨中的重要性了。伏羲作为中华文明的开创者，是中华历史长久以来的顶梁柱，而伏羲骨在人的面容上也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伏羲骨在人面相的正中间，位于鼻子上方，连接着印堂，确定了一个人的印堂形状和鼻子走向。印堂不用多说，其形状确定了一个人的面相。如果伏羲骨上部塌陷，那么这个人的印堂就会一直深陷在塌陷的伏羲骨所塑造的阴影之中，给人一种印堂一直发黑的印象。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伏羲骨控制了鼻子的走向。如果伏羲骨下部的长势不好，那么鼻子也不会太好看，甚至会塌陷。作为人脸上最重要的器官，人们在关注面容时，第一时间看的就是鼻子，所以鼻子不好看会摧毁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没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还谈什么帝王之相呢？7. 巨鳌骨，巨鳌骨作为伏羲骨的延伸，也在塑造面容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巨轮骨是连接面颊和后脑的重要部分，但巨鳌骨本身不像其他骨头一样直接塑造脸部的形状，因为在大多数人身上巨鳌骨并不可见，所以虽然这块骨头很重要，但是一般是看不到的。所以巨鳌骨突出，让其他人能够之间看到自己巨鳌骨的人是十分罕见的。所以在古代见到巨鳌骨突出的人，大家都会认为此人是万中无一，并且未来能够创造自己事业的人。如此看来，虽然头生九龙骨，早晚必显贵，是古人封建文化迷信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9块骨头实际上确实决定了一个人的面相。比如马云，我们发现虽然他的面部比较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脸若银盆，但是他的9龙骨都生得很好。马云的额头非常的宽阔，几乎到了少有人及的程度，颧骨丰满但并不突出，整体上看尽管不够俊美，但骨相很好。比起现代人，古代人更加注重骨相，可以说历代雄主、开国皇帝也都够得上骨骼清奇。《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光武帝刘秀的相貌便是身长7尺3寸，
美须目、大口、龙准、日角，便是明确指出了刘秀具有九龙骨相。看起来面相之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现代看来，面若满月并不是很难实现，但在古代身体强健、骨肉丰满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因为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古代劳动人民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平民百姓能够吃饱已经算的是生活富足。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发育不良的样子，所以拥有九龙骨相的人并不普遍。这类人大多身体强健，性情也比较刚毅，所以往往更容易成就一番事业。那么，只有这么寥寥几个出人头地的人才拥有九龙骨吗？其他的人就没有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千百年来，中国经历了无数人事的变迁，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几个人符合九龙骨的要求？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同一个时代，不可能只有1-2个人符合九龙骨的标准，但成为帝王名臣的却只有那么几个。除了命数决定命运的，其实更主要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副有福气的面相是天赐，也是父母所赐，这其中毕竟存在着基因遗传，但后天的努力是成功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如果自己没有进取之心，那么即使爹娘生给我们一副帝王相，那也不过是白白浪费。1. 吃饭速度过快。如果一个人吃饭速度非常快的话，这种人大多从小出身不好，家境比较清贫。一方面是由于在吃饭方面从小父母就疏于教导所致，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差，少年时期就开始奔波于学习和各种杂活，所以慢慢养成了吃饭速度比较快，然后急等着吃完去处理其他事情，性格比较的急躁。首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胃里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吃完了，长期如此会对胃部造成很大的负荷，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一生奔波而辛苦，为了谋生而奔波不停，想要翻身的话只能白手起家。2. 吃饭速度过慢。如果一个人吃饭速度非常慢，每次都是别人吃完了，就剩下他们自己还在慢条斯理地吃着饭的话，这种人一般从小比较受到长辈或父母的疼爱，家里为他们创造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环境都还算不错，没有吃过什么苦头。不过幼年时期一般食欲不是很好，体质较弱，容易生病，长大后依赖心也特别的强，心性较为单纯，希望得到周围人的照顾，不过在感情上容易受到欺骗。3. 吃得少却发胖。现实中根据体质的不同，有的人饭量很大，但怎么吃就不胖，而有的人喝凉水就会发胖。如果一个人吃的不多，却身形容易发胖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心性比较宽的类型，不喜欢操心，也不喜欢与人发生矛盾，凡事与人为善，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凡事也不喜欢纠结，心态比较乐观，但是缺乏上进心，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对于自己的身形也不是很在意，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成就，但是一生过得简单而快乐。4. 吃得多却消瘦。如果有的人饭量很大，每顿吃的都比较多，但是身材却非常的消瘦的话，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是由于身体里缺少一种酶。不过在相学中则认为食多而瘦者性格错乱，这种人大多脾气不是很好，有些喜怒无常，让人难以琢磨，因此人缘比较差，个性非常的倔强，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谁劝也没用，有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但是却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纠结和矛盾之中，经常为了各种事情而烦恼不断。5. 吃饭中发出声音。吃饭时一般都会发出声音，但是如果一个人吃饭时喜欢吧唧嘴的话，就像猪吃屎一般。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种人大多气息错乱，而且从小缺少父母在饮食礼仪方面的教育。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非常的忠厚老实，但是头脑却比较愚笨，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能力平平，所以也不要对他们抱有太大的期待。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他们也难当大任。
6. 吃饭安静不语。古语有云，食不言，寝不语，指的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睡觉的时候不要聊天，这样注意力才会集中。有些人吃饭很安静，不喜欢说话，默默地吃完饭，然后开始做事情，为人稳重，做事能够深思熟虑，比较专一，对待事情认真负责，这样的人易成功。7. 吃饭经常掉屑。如果一个人在吃饭时，碗的旁边总是会掉下来很多的饭粒磨屑的话，这种吃相在相学中也称为属实淋漓。这种吃相的人大多胸无大志，能力不高，而且做事不喜欢思考和规划，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大局观，眼界非常的狭窄，在事业上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难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和成就，天生命格低贱，难富贵。8. 吃饭露牙齿。有的人会说吃饭的时候都要用牙咀嚼，都会露牙齿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每次咀嚼食物时总是喜欢张开嘴巴露出牙齿的话，这种吃相看上去比较凶残，这种人大多内心也比较的刻薄自私，凡事都只顾自己，对别人非常的挑剔，缺乏仁义之心，一生注定比较贫苦低贱，很难有富贵可言。9. 吃饭歪歪扭扭。吃饭坐立不安，歪歪扭扭，此种命相者一生无大运，命中无贵人，生性多疑，身旁无一可信之人，工作婚姻皆不顺，事业难成，家庭难安定，天命之年注定有劫，度过方可安享晚年。10. 吃饭的姿态。所谓吃饭的姿态，主要指的是吃饭时的状态。吃饭时当然是要端庄稳重的姿态为最佳。如果一个人喜欢吃饭时趴在桌子上的话，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敏感和自我，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一个人吃饭时像小鸟一样总是啄来啄去，这种人必定贫穷。如果一个人吃饭时总是像牛和羊一样细嚼慢咽的话，这种人容易获得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如果吃饭像老虎一般，则统帅力比较强。除此之外，我们通过看一个人的饮食喜好，也能大概了解一个人。具体怎么看呢？一起随小酱汁老师了解一下吧。1. 喜欢吃清淡食物的人。喜欢吃清淡食物的人往往注重交际，善于接近别人，不愿意枪皮马地的行事。2. 喜欢吃甜食的人。喜甜食之人性格一般热情开朗，平易近人，但有些软弱胆小。3. 喜欢吃辣椒的人。为人喜吃辣，大多都很善于思考，遇事有主见，吃软不吃硬，但多少有点爱挑剔别人的毛病。4. 喜欢吃煮炖食的人。此类人性格温和，和谁都谈得来，常富于幻想，但不愿表现自己，不太好接近。5. 喜欢吃蒸制食品的人。喜欢吃蒸制食品的人一般性格比较和善，不轻易激动。6. 喜欢吃生冷食的人。此类人基本表现为对大自然有浓郁的兴趣，比较坚强，但不愿表现自己，不太好接近。7. 特别喜欢吃大米的人。有点自得其乐，常自我陶醉，对人对事儿很通融，但不爱帮助别人。8. 特别喜欢吃面食的人。喜欢吃面食的人大多能说会道，对事物容易感染，意志不太坚定，容易丧失自信。9. 喜欢吃烤制品的人。比较专心致志，上进心强，性情急躁，欠温和，爱出主意，但又缺乏当机立断的气魄。在生活中，我们遇到吃相好的人，也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这是一种气质和教养的体现，但是也不能以偏概全，毕竟现在这个社会高效率、快节奏。一个人的福报其实往往都是靠平日里的积累，因此许多人几乎都是晚年富贵，自然也就是到了年老的时候方才能享受到富贵。那么在面相学中，晚年最有福气的面相是什么特征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长眉入鬓。在相学中，若是长眉入鬓，是属于长寿之相，
一般有这样面相的人，心胸比较开阔，有容人之量，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都能相处得非常不错。中晚年富贵也算得上是大富大贵之相，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眉毛也在长，则这样的面相多半中晚年的运势非常的强，身体必定会健康长寿。2. 耳珠厚大，耳朵在面相中为福气的象征，主管一个人的财运和寿命等等。若是一个人耳朵厚实，耳珠大而向下垂，则这样的人财运也会越来越旺盛，自带福气，也能带旺身边的人。而且耳朵长得好的人，一般中晚年的运势会比较强，能够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孩子也多半能够继承他们优秀的基因，日后的成就也会越高，越老越有福，有钱有儿孙孝顺。3. 法令纹如中型，法令纹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威望等等，同时代表着一个人的统领能力。从法令纹的形状就能看出身体健康能力、寿命长短等等。若是法令纹清晰宽大，整个形状像一口钟一样，则这样的人晚年运势强，身体健康，寿命也会长，在事业上多半能够处于管理层，有自己的真本事，越活赚钱能力也越强，不会拖累后代。但是法令纹最忌讳断断续续或者法令纹入口，典型的穷苦命，不断为吃穿发愁。4. 人中上窄下宽，人中位于鼻梁下边的凹槽处，从人中的形状与深浅程度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富贵、贫贱、寿命、晚年运势等等。若是一个人的人中上窄下宽，早年运势一般，属于先苦后甜，只要能抓住赚钱的门路，中晚年之后运势必定会越来越旺，财运富足，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有钱人生活。相反，若是人中有凹痕或者过短，身体健康受损，难以长寿。5. 卧蚕饱满，卧蚕饱满的人晚年有福，说明子女会非常的孝顺，并且家庭也是充满了温馨和幸福的。卧蚕长得好的人性格落落大方，笑起来更是亲切和睦，晚年极有福气。卧蚕和眼袋是有区别的，卧蚕是比较自然的，也不会展现出下垂的感觉。有卧蚕的人眼睛会更有神，看起来也很精神，这一生都被幸福环绕，不仅晚年生活安稳，年轻的时候过得也比较轻松。6. 鼻头圆润，鼻头圆润的人是相当有福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受子女的敬重，有这个特征的人财运也好，退休之后的生活更加滋润悠闲。他们年轻的时候给自己存下了足够的老年生活资金，到了晚年的时候，子女会对他们无微不至。鼻头圆润的人晚年生活富裕祥和，和伴侣子女的感情深厚，家族也比较的和睦昌隆。7. 双目有神，双目有神的人晚年运佳，尤其是到了中晚年时期还能始终保持乐观心态的人，通常他们的目光都是很有力量的，炯炯有神，散发着希望之光。有这个面相特征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很有福，他们的身体健康，心态良好，生活作息很有规律，不会因为岁数的增加而放纵自己的行为习惯。从一个人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的运势走向和生活状态，如果生活并不如意幸福的话，眼神会暗淡无光。8. 下巴圆润，老话常说地格方圆，地格就是下庭，下巴是两腮，地格方圆指的是下巴不消不泄，饱满有肉，腮骨方正有力。下巴代表的是财气聚集的地方，它象征了财富和田宅，代表了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以及个人能力和才华。古曰下庭平而满，端而厚者主父也，这是下巴的标准。若是下巴长成这样，50岁后至少是富命了。古人是重农的，地格好，田宅运好，收租收粮，至少也保无忧了。在相学中，若是下巴长得圆润，或是有双下巴的人，多半有福。拥有双下巴的人性格温，能言善辩，对人对事都懂得把握分寸，为人豪爽大方，不会斤斤计较。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往往是比较受欢迎的，遇到困难都会有朋友挺身而出。这样的人不但人缘好，家宅富足，而且还能创造出非常不错的事业，家里的不动产也多。尤其是下巴长得丰满的人，机智富足，祖业兴旺，一生顺遂，是真正的富二代。
所以拥有双下巴的人到了晚年运势会更好，经济稳定，儿女孝顺，子孙满堂，健康长寿。9. 耳珠厚大。耳朵是人五官中最为不起眼的东西，但是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耳朵是人的采听宫，它主导人的肾，所以通过耳朵我们能够看出人天生福气有多大。老话常说耳大有福，一个人的耳珠越大，则这样的人福气也会越大。这样的人天生福气比较强，运势强劲，有聚财招财的能力。除了耳珠厚大，这2种耳朵的人也很有福相。属耳有阔无伦，外形较小，拥有属耳的人是典型的大富大贵之人，特别是中年后运势如虹，八方聚财，因此能够财源滚滚。要是从商者，一般都会生意红火，成为名流商贾；要是从政，一般都会仕途顺利，一路平步青云。福耳就是指耳朵肥大厚实，有圆润的耳垂。一般有此面相的人，天生福相，命中有富贵，性格敦厚老实，能够在事业上有非常不错的发展。命中有贵人相助，旺家旺财，就连父辈也能够因为沾染他们的福气而飞黄腾达，深受长辈后代的喜欢。无论是经商还是为官，都能做得一帆风顺，逢凶化吉，福泽深厚，一辈子健健康康，福禄高寿。10. 人中深长。在人们的嘴唇上有条深深的沟，我们把它称作为人中。一提到人中时，我们就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掐人中救人命。人中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深有浅。中国传统命理学就通过观察这些细微的东西来判断一个人的祸福情况。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人中长寿命长的说法，在面相学中，人中长也是福相的一种，不仅要长，还要有一定的深度。人中不能太平，人中深而长一定是福气之相。拥有这样的人中，不愁吃穿，有祖业靠，有贵人助，前行路上多坦途，顺顺利利少波折。人中深长的人，代表这个人心胸宽广，不容易生气，心态心情就会保持得比较好，这也就让他们很少生病，人就健康，自然也就更容易长寿。人中深长的人做事情会坚持下去，有韧性，不轻易放弃，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论是财富运还是事业运都会很高。而且人中长还代表这个人的子孙运比较旺，能享子女之福的。11. 天庭饱满。天庭饱满，地格方圆，是相学中常提起的一句话。额头就是相书中所说的天庭。相书云：天庭饱满吃官饭，天庭就是上庭，额头至发髻。天庭饱满指人的额头突出丰盈，无陷无坑无破，寓意吉祥。古人将人的面部分为上中下3庭，分别对应印堂至发髻、印堂至准头、鼻头至下巴3部分。在相术中来讲，一般来说，上部主推理，中部主记忆，下部主直观。如果3者均匀而饱满，说明此人的智力发展有很好的生理基础。额头代表的是面相中的官禄宫，代表着一个人对待事业的拼搏能力。额头长得宽广饱满，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善于寻找机会，并且能够把握住机会，做事严谨，不会莽撞。自己没把握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但只要是他们认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他们都会去努力，并且能够做成，做得非常的出色。以上就是晚年有福气的人面相了。如果你有这种面相的话，未来一定能享福的。从第3根手指看命运，中指代表了你的财运，看看你这辈子能赚多少钱吧。人常说，手是人的第2张脸，虽然每个人都是10根手指，但每一个人的手指形状、大小不同，代表的人生运势也大不相同。那么究竟生的一副什么样的手指才能一生好命、富贵盈门呢？中指是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运。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不同的中指都是什么样的命运。1. 不同的中指，不同的性格。我们每个人的手指的长短都是不一样的，手指的长度都是根据个人身体结构决定的，所以说手指的长短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我们还可以从手指中的某一个手指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寿命的长短。中指短的男女，从理财角度看，
分析也比较盲目从众心理，比如在股市、期货、楼市、基金等上面会盲从跟进，流年好时也可能获些短利，而长期来看输多赢少，一旦流年不利，运气不好，那么很可能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更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失利，而是很可能从此已经一蹶不振，导致失败的境地。结合命相学研究认为，无论男女，中指偏长的人，通常在理财方面，理性通经常会大于感性。无论男女，中指过长易自信，在感情方面，即使遇到挫折，也能够自我化解。从男人来看，中指偏长的男人通常是比较大男子主义；从女人来看，中指偏长的女人通常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者。无论男女，命相学认为，如果中指过短，就表示一个人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和感性。因此，大凡中指短的人需要自己好好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的话，很可能做出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来。从感情方面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随和好客，但是情感往往不能持久，感性比较多，理性比较少。高兴的时候感情澎湃，丰富多彩，一旦遭遇感情的打击，则会失去信心，独来独往，孤独感极强。2. 中指的6种纹路，位于中指指尖处的十字纹被称为孤独纹，有此纹路的男性多孤独，身边朋友很少；女性则多不孕。为中指指尖上的星纹、大字、六字或米字纹等，均称作幸运纹。有此首相特征的人运气非常好，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幸福，因此其人的贵人运也很好。在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通常都能有人出手相帮，从而化险为夷。中指子一节处有3条纹路画，便被称为姊妹纹。有此首相特征的人特别容易得到兄弟姊妹或朋友的帮助，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会有许多人向其伸出援手。位于第1到第2指节间的横纹被为孤约纹，有此纹路和人一生比较孤独，很难得到兄弟姐妹或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打拼。另外，由于其个性较为独立，喜欢清静，因此身边的朋友不多，人际关系不是太好。同时要注意中年时期的灾厄。位于中指第2指节以下的一条横纹被称为漏约纹，有此纹路的人青中年时期比较不容易存钱，钱财有流失的现象，因此尽量不要与别人有金钱往来或借贷关系，也不要操作投机性的理财行为，尤其要避免过度的投资或创业。位于中指第3指节，靠近中指根部处的圆环、车轮、井字或田字等纹路，均被称为财运纹。有此纹路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可以凭借自己的敏锐和精明，获得很多财富。3. 中指较长，中指的长度占手掌的81%以上，就可以归类于特别长的手指里。有这种中指的人喜欢逃避现实，不能很好的融入社会，该做的事不做，整天沉迷于玩乐，在旁人看来没有责任感，没有协调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且爱沉迷于空想，喜欢逃到幻想的世界里去。中指太长也不一定适合于投资，通常中指偏长的人过于自信，表现在女性多为自我中心型，男性则大男子主义倾向明显。但一般讲中指偏长的人，对待金钱投资时通常都是比较理性，而不易感情冲动。中指的长度占手掌的70%至80%的，可以归类到长手指里。有这种手指的人性格比较神经质，缺乏活力，面对困难不想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而是指望旁人伸手帮忙，善于判断和思考，但我行我素的性格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又容易陷入空想，不能付诸实行。从男人来看，中指偏长的男人
通常是比较大男子主义。从女人来看，中指偏长的女人通常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者。不过，无论男女，中指偏长的人通常在金钱投资方面，理性通常会大于感性，在感情方面会比较有自信，甚至遇到挫折也能够自我化解。4. 中指长度均衡，相当的注重面子及别人对他的看法，喜欢打扮，希望众人目光都在他的身上，更是很注重名誉地位的人。5. 中指较短，中指的长度不满手掌长度的60%的，可以归类到特别短的手指里。有这种手指的人易失去理性，被本能欲求支配，行为举止自由奔放，自己设定了目标却不去努力达成，一辈子都发挥不了本来具有的能力。这种人几乎出生都会很有钱，比较会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自我为中心，欠缺正义感，标准的铁公鸡。如果中指过短，就表示一个人缺乏耐性，容易冲动和感性。因此，大凡中指短的人需要自己好好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否则的话，很可能做出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情来。从金钱方面投资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盲目从众心理，比如在股市、期货、楼市、基金等上面会盲从跟进，流年好时也可能获些短利，而长期来看输多赢少，一旦流年不利，运气不好，那么很可能一招不慎，全盘皆输。郑博士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更重要的不是暂时的失利，而是很可能从此已经一蹶不振，导致失败的境地。从感情方面来看，中指短的人比较随和好客，但是情感往往不能持久，感性较多，理性较少。高兴的时候感情澎湃，丰富多彩，一旦遭遇感情的打击，则会失去信心，独来独往，孤独感极强。6. 中指的分界线，中指第一节与第二节的分界线若只有一条时，表示此人善于表现自己，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中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的分界线为2条或超过2条时，比较苛求别人，好议论别人。大多数人第二、第三节的分界线2条以上，此处分界线代表一个人的中心思想，调节个人思想的能力。第二、第三之间的分界线若只是单独一条时，则表示此人有独特的智慧，要么是白痴，要么异常聪明。7. 中指的外形，中指可以分为3个部分：中指第一节、中指第二节、中指第三节。中指特别长大，表示好色，且非常精明，性格孤独，厌世也多愁善感，谨慎多虑，精神抑郁，有神经质，处事优柔寡断。中指特别短小，表示肝火旺，缺乏主见，多变，为人自私，但也不占别人的便宜，胆小，以搞专业。第一节过短，提示体能较差，脑中枢神经不平衡。第二节过长，表明体格发育不正常，性格上有过分的警戒心，而限于神经过敏，凡事疑神疑鬼。第三节过长者，易患高血压，而第三节过短者，则易患低血压病。短粗者肝火旺，细长者肝郁气滞。中指头尖细者，感情敏锐，做事凭直觉，有些草率。中指头呈方形，表示性情敦厚，为人耿直。尖方者，做事一板一眼，一丝不苟，富于计算，有数学观念，性格倔强。中指为椭圆形，表示个性柔弱，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中指第一节偏曲，为人偏执，有犯罪倾向。中指第二节上面生有叉纹，表示事业婚姻将遭到打击。中指第三节出现圆形纹，则是幸运降临的征兆。第三节掌侧面静脉暴露者多为肾阳虚、苍白、瘦弱细小者，提示心脑血管疾病或贫血。中指偏曲，指关节漏缝，提示心与小肠功能弱。最后，大家通过手指看命时，要结合全部手指和手纹。最后希望大家都有富贵命，10个簸箕加0斗，
10个簸箕就是说手上的指纹全是簸箕，没有圆圈。他们工作中踏实努力，他们非常聪明，善于隐藏自身真实实力，身边不会有小人出没。在职场中，他们善于典型闷声发大财的类型，可以将业绩做得很出色，但是却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的工资水平很高，远远多于同龄人，每年的工资收入都会攀升。副业方面，这类男人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长，经营适合自己的副业，能够赚得盆满钵溢。更为重要的是，这类男人的偏财运势也极为旺盛，总是能够在不经意之间获得天降之财。比如说，购买彩票中头奖一夜暴富，家中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被拆迁等。总之，他们的手头极为宽裕。这类男人综合运势旺盛，不会遇到烦心的事情，精神上自然也没什么压力，可以享受到惬意自在的生活。到了晚年的时候，身边有孩子，有伴侣，他们可以享受到美妙的天伦之乐，即便快要走到人生尽头的那一刻，也不会特别痛苦，而是能够安详地离去。9个簸箕加1个斗，根据1斗穷，2斗富，3斗4斗打豆腐，5斗6斗开当铺，7斗8斗能当官，9斗10斗享清福的说法来看，男人1斗9簸箕肯定是不好的。金钱运势极为低迷惨淡，他们缺乏强大的能力和魄力，无法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与此同时，这类男人家庭出身也很一般，没办法从父母那里得到丰厚的钱财，一方面收入很少，另一方面花销很大，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没钱花的窘境中。想要摆脱这种困扰的话，可以借助于风水知识，比如说可以佩戴诸如貔貅、麒麟等饰品，还可以在家里放置开运的摆件，这样都能够让金钱运势变得极为旺盛。8个簸箕加2个斗，有2个斗的人性格温和开朗，人际关系很不错，只是缺乏一定的远见与魄力，难成大器。但若斗在同只手的话，这样的人运气会不错，遇事总能遇到贵人，所以也算是有一定福气的人。7个簸箕加3个斗，有3个斗的人大多头脑聪明，感情理性基本平衡，事业上能够胜任多样性的工作，能够做中层类的领导。假如3斗全在一只手上的话，这种人运气会非常好。6个簸箕加4个斗，有4个斗的人感性较强，这类人大多对文艺敏感，情感丰富。若斗全在一只手上的话，这类人往往自我过强，容易追求完美，思虑过多，虽表面看起来开朗，内心却很孤独寂寞。斗在2只手上的人平衡性较强，为人比较低调，属于通情达理、有才有貌的类型，很能得他人的欢喜。5个簸箕加5个斗，有5个斗的人内心情感非常丰富，若斗在2只手均匀分布的话，尚有一定的平衡，这类人较能体贴他人，人际关系不错，生活上也还说得过去。但若5斗全在一只手上的话，这类人的个性往往过强，凡事不知满足，所以生活上经常会感到不如意。4个簸箕加6个斗，有6个斗的人内心情感过于丰富，做事的感性成分很强。左右手的斗数量相等一样多的人，性格尚且稍有平衡，外表还算开朗，不过内心总是沉湎于幻想与杞人忧天之中，为人柔弱多虑，很没安全感。斗以右手为主者，总是喜欢感情用事，除非有贵人相助，否则难成大事。而斗以左手为主者，这类人虽有一定的野心与欲望，却又总是不切实际，喜欢想入非非，少时不顺，长大明理之后运气会很不错，能成一定的事业。3个簸箕加7个斗，有7个斗的人内心情感极为丰富，为人敏感，不善交际。若斗以左手为主者，这类人虽然脾气不好，但却很有毅力恒心，为人聪明，适合为人出谋划策，能够做成一定的事业。但若斗以右手为主者，
这类人往往会敏感过头，人际关系不太好，又缺乏手段，成功指数很低。2个簸箕加8个斗，有8个斗的人内心情感也很是丰富，只是运气普遍欠佳。若斗以左手为主者，这类人表面看起来很好说话，实际上内心里却很挑剔，所以有时难免会自找麻烦不开心，而且运气往往也不如意，想好运的时候没有，不抱希望的时候，好运却又来了，成功指数一般。但若都以右手为主者，这类人往往自尊心很强，因为过于强调骨气，有时不愿委曲求全，缺少一定的圆融手段，所以运气总是很差。不过这类人只要努力，成功指数是很高的。左右手斗的数量相等者，这类人性格善良，人际一般，运气也不太好。若是有幸能遇上一个斗的人成为贵人的话，就会告别霉气，从此走好运。因为靠运气的成分很大，所以这类人的成功指数也是很一般的。1个簸箕加9个斗，民间有9斗10斗享清福的说法，天生命如金斗，财运好到99，一辈子安逸享受，意思就是手上有9个斗。1个簸箕的人生来就是享福的富贵命，尤其是女人，她们很幸福，从出生的那刻起就可以拥有超出普通人的颜值。她们的感情运势极为旺盛，单身的时候身边会围绕很多追求者，且大多数都是优质的桃花。在婚姻中，她们可以成功嫁入豪门，老公必定是自身所处领域内的大人物，可能是大明星，也有可能是大商人，或者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这类女人一旦步入婚姻，就可以彻底实现阶级跨越。她们不需要抛头露面找工作，也不需要为金钱的事情发愁，可以安心在家过上豪门阔太太的生活，夫妻俩感情甜蜜恩爱，子息运势旺盛，生活很美门，特别令人羡慕。10个斗比较特殊，需要分男女来说，10个斗存在是最为罕见的一种现象，在世间罕有。所以说，如果能够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如果能够将手相学加以运用，想必能够利用先天的优势以及后天的努力发展，在追求未来命运的道路上越走越好。那么10个斗的男人女人都是什么命运呢？1. 男人10个斗是什么命？手指10个斗的几率是比较少的，这样的男人是天生的富贵之命，从小的生活多姿多彩，并且拥有一个十分快乐愉悦的童年，这样的男人被称之为好男人。所以说精力十足，事业上进行不断的奋斗，并且能够总结不足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以至于成功非常快。2. 10个斗的男人事业运。对于指纹上长有10个斗的男人来说，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早期的生活条件能够得到父母的帮衬，因为后期的发展能够依靠着自身的努力和刻苦改变命运，所经受的苦难越多，往往所能够获得成功的概率越大。这样的人能够不断的提升以及改变，可谓称得上是人生赢家。3. 10个斗女人的命运。一般来说，女人拥有10个斗就是非常典型的富贵命，但这种手纹其实是相当稀少的。她们往往出生于富贵之家，小时候可以享受到父母长辈的宠爱，长大之后可以步入美满婚姻中，然后得到丈夫的关怀和爱护。年老之时，孩子特别孝顺，能够得到子女的精心照料。这类女性事业运势也相当不错，能够在职场中混得特别好，手头也极为宽裕，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获取丰厚的财富。另外，她们也拥有旺盛的旺夫运，能够催旺丈夫的运势，婚后生活特别幸福，令人羡慕。拥有10个斗的女人，主观意识极为强烈，她们拥有独立理性的思维，不太容易被外界的言论干扰到。不过有的时候，她们也很难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可能会走入歧途。这类女性性格较为强势，喜欢领导别人，还倾向于将个人的意志力强加在别人身上。她们意志力极为坚定，只要是自己决定的事情，
便不会轻易动摇和改变。在困难面前，这类女性能够展现出强大的能力与魄力，意志力坚定，绝不会向困难轻易低头，这点还是相当了不起的。除此之外，她们没有任何拖延症，执行力和贯彻力都特别强。手头如果有事情和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她们会显得很急躁，因此肯定会及时去解决。好，苦尽甘来，50岁以后发家致富的面相。50岁的年纪已经年过半百了，但人生未来的道路还是很长。有些人前半生可能过得并不幸福，手头紧张，经常陷入没钱花的窘境，但过了50岁了，财运忽然飙升，还会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财富。这些其实都是上天的恩赐与馈赠。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50岁后发大财的面相。一、颧骨。通过观察颧骨，可以推测一个人50岁之后是否能够发大财。如果颧骨形态圆润，肉质丰满，没有明显的突出，也没有高耸的现象，那么这类人在年过半百之后，往往能够迎来大财运，走上大富大贵之路。这样的人通常具有良好的贵人缘，能够得到高人的提携和指点，获取前沿的商业资讯。他们可能会投资于涨势良好的股票和指数型基金，从而实现财富的增值。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积累的财富将会越来越丰厚，最终实现财富自由，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此外，这类人往往性格慷慨大方，有着善良的心灵。一旦有了财富，他们不会变得特别自私，而是会考虑到身边亲朋好友的利益。他们也会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自己的财富用于帮助更多的人，从而延续自己的财富运势。二、鼻子。想要看出50岁之后能否发大财，可以通过鼻子看出来。如果鼻头圆润，肉质丰满，鼻梁挺直且山根高耸，那么这类人到了50岁之后，很可能会获得巨额财富。即使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在职场中大展身手或获得高额工资收入，他们仍然有机会在偏财方面获得源源不断的财富，可能会因无意间购买的彩票而中的头奖，从而一夜暴富，或者在朋友经营的生意中获得巨额利润回报，又或者通过自己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和从事的副业获得丰厚的财富。然而，即使财富开始涌入，也需要谨慎对待。50岁之后，不要因为突然的财富而过度挥霍，保持原本正常的生活模式，不要让财富让自己陷入混乱状态。同时，要注意适度投资和理财，保持稳健的财务规划，确保财富能够长期稳定的增长。三、下巴。想要看出50岁之后能否发大财，可以通过下巴看出来。如果下巴圆润且肉质丰富，没有明显的棱角，那么这类人可能在财富上取得巨大的成功。由于他们命运好，职场中可能会碰到许多机缘巧合，从而完成一些非常大的项目，进而获得不断的升职加薪，财务状况会变得很宽裕。此外，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作为父母，他们在财富方面也能享受孩子的光彩。这类人在这个年龄阶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阅历，一旦机遇降临，他们能够把握住机会，从而赚得丰厚的财富。这类人到了50岁之后，在职场上可能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验和实力，在行业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这种成功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厚回报，还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除了职场上的成功，他们可能会在投资和创业方面有更多的收获。凭借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深厚的人脉关系，他们能够找到更多的投资机会，并且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获取更高的回报。此外，他们也可能会把财富用于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通过慈善捐赠和公益活动，
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发挥到了最大程度，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获得财富，务必要保持低调和内敛，过于张扬可能会引起小人的注意，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保持低调谨慎的态度对于长久的财富和幸福生活至关重要。同样，你在50岁之后能暴富的话，除了面相上有所体现，而在手相中也有体现。那么能发财的手，50岁以后发财的手相什么特征？一、手食指长，食指长者，性格倔强，在行事上注重原则，不轻易妥协，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决心。他们在做事情时善于始善终，不会半途而废，因此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然而，在早年，他们可能会因为不善理财而导致财富的流失过快，生活水平比较平平。到了中年，他们的心性逐渐沉稳下来，学会了更加理性地处理财务问题。他们会变得勤俭持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积累，逐渐积累起了一定的财富。在家庭生活中，他们也能够有效地管理家庭经济，保障家人的生活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会逐渐积累，家庭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他们将享受到家庭和谐、财富满满的幸福生活，成为家人和社会的支柱。因为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理性的财务管理，最终实现了财富和富贵的双重收获。二、手掌厚，手掌厚实的人通常具有较为充足的底气和自信。他们在做事时脚踏实地、勤劳肯干，注重细节，因此往往能够取得较为稳定的成就。他们的勤劳和努力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获得丰厚的报酬，日进斗金并不成问题。然而，手掌厚实并不能直接说明一个人就一定能够理财，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厚实的手掌甚至可能成为财运的漏洞。例如，如果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的缝隙较大，难以并拢，这可能象征着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容易导致财富流失。即使在赚取大量财富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理财规划，这些财富也可能在晚年被挥霍一空，给子女和家人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尽管手掌厚实的人具有赚钱的能力，但也需要注重理财规划和节制消费，以确保财富的稳健增长，维护家庭的经济稳定。三、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四、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五、拇指，无名指上有痘。拇指、无名指有痘的人，青年时代比较辛苦，虽然本人很有能力，但是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他们常因工作四处奔走，和恋人发生矛盾、争吵，情绪波动大，可以说生不逢时了，事事不顺。这类人到了中年以后，思想慢慢的成熟了，条件也具备了，运势开始变好，事业有成。他们会将所有精力投入于工作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获得地位和财运，因而晚年生活安泰。六、夫子眼，
夫子眼于拇指第一关节处，手有夫子眼，财旺福气旺。此种手相者，天生贵人运良好，事业上升与贵人息息相关。时间愈久，贵人愈多，事业愈加旺盛。中年以后，事业大成，富甲一方，未来就是自己地方的富豪。7. 手掌宽厚粗糙。通过手相来看，手掌宽厚粗糙的人运气真的很好，但在年轻的时候会遭遇一些困难的。只要自己努力克服困难，那肯定会有很好的生活。这样的人到了中年之后会得到很多好机会，虽然不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帮助，但依靠自己的努力还是能渡过难关的，更是一鸣惊人。这样的人获得的好机会真的有很多，社会地位也会逐渐提升的，让自己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跟家人的相处也很和谐，绝对不会瞧不起身边的人。手相在中国相术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因此手相比面相、志相更能精准地看出一个人的运势与性格。掌中有日月，那些看似沟壑纵深的纹路都是有寓意的。通过观察这些纹路，便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中的运势吉凶，是否能大富大贵。今天小酱汁老师来给酱友们介绍2种罕见的富贵掌纹，酱友们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1. 鹿马纹。什么是鹿马纹？所谓鹿马纹是指在无名指下方出现的一条特别细绣、深长的六绣纹，西方手相中称为太阳线，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了手掌的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鹿马纹。如果此纹太短的话，不以鹿马纹论。2. 生有鹿马纹的人命运如何？掌中生有六绣纹的人会因为文艺创作在晚年出名发财，或者是以偏财致富，也主长寿。如果六绣纹特别深长，演变为鹿马纹时，主其人大富大贵，一生吃穿不愁。即使是手上的其他掌纹生得不好，事业难有大成，却是一生物质生活充裕，从不用为钱财上的事忧心。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3. 鹿马纹再生有支线者，此生运势更吉。1. 鹿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延伸到食指根部的话，其人此生运势更吉。如果是男性的话，最适合从政，在仕途中发展，青年时期即能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中年后即可获得显贵职位，大权在握。如果是女性的话，则很可能成为女强人，事业发展顺利，但是在家中也是强势掌权，容易压制自己的男人，婚姻不美。2. 鹿马纹有支线延伸到中指根部，为大富之格。鹿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延伸到中指根部的话，为大富之相格。主其人在事业上发展非常顺利，很容易出成就，财运也是特别旺盛，一生钱财不断。3. 鹿马纹有支线延伸到小指根部，越老越有福。鹿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延伸到小指根部的话，主其人处事踏实，工作努力，为人不卑不亢，最后必在科技或商业上有所成就，并且越老越有福。2. 元宝纹。1. 什么是元宝纹？在很多人的手掌中间，明堂处会形成元宝纹或者船形纹。这种吉祥的图文，这是由手掌中的智慧线、生命线、事业线及其他杂纹组合形成的元宝图案。2. 手掌中有真元宝纹的人命运如何？手相出现了真正的大元宝纹，也就是由事业线、财运线或者杂纹、智慧线和生命线组成的大元宝纹，一定是封闭的，这是手相中的财库符号，是储存钱财的财库，也代表着大财运。有这样掌纹的人一生不愁钱财，元宝形状越大，则财富越多。当然还得加上手型端正得体，
长色红润，三线伸长，无杂纹干扰，掌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这样才更能将元宝纹的财气激发出来，使命主在事业上得财丰厚，钱财不断，财运亨通，房产良田都不缺。假如女性手掌中有元宝纹，不止本身财气好，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便是咱们常说的旺夫，旺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她本身机遇掌握的好，容易成为富太太。3. 手掌中有假元宝纹的人命运如何？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掌中的元宝纹这么大，现在还是那么穷呢？一般这样的情况有2种原因，一是你将元宝纹跟整个手相割离来看了，任何吉利的手纹要激发作用，都是需要一个前提的，手相根基不错。2是你手上的元宝纹属于假元宝纹。一般人只会看形状来判断元宝纹，这是不对的。元宝纹的判断除了形状之外，构成它的手纹才是关键。有的人手上确实有一个类似元宝的梯形纹路，看似元宝纹，实际上从构成它的线纹来看，却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元宝纹。这个假元宝纹是由于命主的智慧线过度下垂，搭上生命线构成的，属于很不吉利的智慧线走向，说明命主运势的流失极快，才智上不到中年就变得糊涂，性格也不可理喻，不讲道理，再加上手相长根纤细，手型不正，运势根基很差，属于不但没有财运，反而是一世贫穷，毫无出头之日的手相。4. 元宝纹与其他掌纹搭配，命运如何？其实在手相命理中，任何吉利的手纹符号都是需要一定的手相根基才能激发出来好运势的，而且还需要配合手相中的其他纹路综合来看，这样才能更加准确。比如元宝纹与其他不同的掌纹搭配，也会有不同的财运特征，搭配好了，命主会有更大的富贵，否则也就一生衣食无忧，财进财出而已。1. 元宝纹加财路纹，手掌中生有元宝纹，又在手指根部出现财路纹的人，一生中财富运会非常好，钱财不缺，财源广进，属于大富贵的格局，财源不断，经常没有钱时，自然会有其他渠道来财，命中正财运非常旺盛。2. 元宝纹加事业线，这种手相人事业运气非常的旺盛，一生中容易掌握权贵，很多人在事业单位就职或者公职人员，这类手相的人事业会一帆风顺，很少有波折，属于无忧愁清闲的好手相。3. 元宝纹加横财纹，手相中本身就纹理清晰，形成元宝纹，一生可谓衣食不缺，至少为小富贵的命格。如果再出现有好的横财纹理，那么命中的财源会更大，有望成为大富贵格局。这种手相的人是天生的老板命。4. 元宝纹加感情线不利，手相中出现有元宝纹理的人，如果其他的主干纹理不是很好，表示一生中运势没有那么完美，事业财源顺畅，但是感情方面容易有困扰，特别要注意因为感情而破财，特别对于女性来说，容易因感情而影响自身的福气。5. 元宝纹加手掌漏财，这种手相纹路的人，虽然命中会有机会获取大笔的财富，但生活中总是比较多的开销问题，花钱如流水，即使有个抓钱手，也没有个聚钱斗，最终财来财去，比较难有存款，同时为人也比较豪爽大方，是需要学会理财的手相特征。正所谓相不独论，看一个人的手相，不能仅凭1-2条纹路就断定此人的命运吉凶、富贵贫贱，需要整体观察、综合分析，才会更准确、更有说服力。6种心如蛇蝎的女人面相，无情无义，自私歹毒。《封神演义》中有这么一句话：青竹蛇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可，最毒妇人心。这是用来形容女子心肠狠毒，意思就是天下最毒之人莫过于妇人，
女子发起狠来比毒蛇、黄蜂都要厉害。当然我们都知道，有善良的人，也有恶毒的人。一个人的内心能够反映出这个人许多的原则问题，甚至是这个人的一些心态问题。那么在面相学中，心肠狠毒、蛇蝎心肠的女人面相什么特点？下面让本期女人面相图解为你解析。一、鼻梁起结的女性。鼻梁起结指的是鼻梁正中的鼻梁骨突出一块，看上去就像一个骨节一样，整个鼻梁看上去不够平直。如果女人长有这种鼻梁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怪异，脾气非常的大，情绪特别的不稳定，让人特别的难以捉摸，也开不起玩笑。一旦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变得特别的暴躁。跟这种女人相处的话，时刻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她们，随意尽量还是远离为好。二、颧骨过于突出的女性。颧骨也称为颧骨，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占有欲、控制欲和个性强弱。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过于高凸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霸道，性格特别的强势，唯我独尊，凡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内心特别的固执，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去得到，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自视甚高，容易看不起人，缺乏合作精神，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内心特别的绝情冷漠，尽量还是不要招惹为好。三、印堂窄的女性。印堂位于两眉之间，也称为命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事业和生命力。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长得较窄，宽不足一指的话，这种人大多心胸非常的狭隘，个性也比较的多疑，缺乏包容之心，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这种女人的嫉妒心非常重，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经常喜欢在背后玩弄一些手段来给他人设置障碍，还喜欢在背后挑拨离间，破坏别人之间的关系。一旦涉及到利益，争斗之心非常重，什么便宜都想占一下，自己却一点亏也吃不得，还是远离为好。四点三白眼的女性。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如果女人长有三白眼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但是看上去却比较的冷漠，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但实际上物质欲极重，内心的城府非常深，善于隐藏自己，很难让人猜得出他们真正的想法，做事很有手段，而且心狠手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个性外冷内热，非常的好强，而且内心高傲，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遇到事情就喜欢甩锅。给这种女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为上。五、头发坚硬又粗糙。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健康。如果女人的头发长得硬直而粗糙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刚硬，脾气不是很好，做事容易冲动，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考虑事情也不够长远，凡事只顾眼前利益，而且性情懒散，贪图享乐，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只顾自己开心和快活，对待感情比较的花心，而且意志力淡薄，经不起诱惑，婚后也不会甘心在家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有着很大的野心，为了自己的事业甚至会忽略家庭，属于比较狠辣无情的一类人。六、头顶尖且额头窄。正所谓头尖额窄无贵相，头型与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如果女人的头顶较尖，额头低窄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的聪明，反应也比较快，但那都是小聪明，缺乏大智慧，做事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规划，只顾眼前，而且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上进心，容易把自己那点聪明用到歪处，而且生性贪婪，凡事喜欢斤斤计较，特别的爱占便宜，一点亏也吃不得，经常会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毫无诚信和道义可言。
6. 眉毛短且眉骨凸，眉毛在相学中称为兄弟宫或情缘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对待感情和人际关系的态度，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较短且眉骨高凸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急躁，做事容易冲动，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内心比较的冷漠，有着很强的争斗之心，而且不讲情面，一旦生气，容易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经常容易干一些坏事情，而且很难改变。如果身边有这种人，离得越远越好。7. 眼带血丝似白眼，似白眼指的是眼睛的瞳仁较小，四周有眼白露出，若是再加上眼球布满血丝的话，这种人属于那种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内心特别的物质，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而且自我约束力非常差，报复心特别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不论过去多久，一旦逮到机会，就会立马无情地进行报复。个性挑剔，总是喜欢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自己做事缺乏大的理想和目标，尽量还是与这种人保持距离为好。8. 面带横肉青筋露，所谓的面带横肉指的是脸部有赘肉，若是再加上面部青筋暴露明显的话，整个人看上去就会特别的凶狠。这种人大多性格阴沉，给人一种非常难亲近之感，让人望而生畏，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与他们交往，人际关系非常的差，也没有什么朋友，做起事来也是心狠手辣，不过后果，属于心肠特别狠辣绝情的一类人，胆子特别的大，如果不小心得罪了这种人，他们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所以还是不要与这种人打交道为好。在此提醒大家，面相学要根据整体面相来分析，不要单一只看某一处面相，这样才准确。说完蛇蝎心肠的女人面相，与之相似的还有一种女人，她们虽然没有哪些人歹毒，但是爱挑拨是非，心眼小，她们负能量多，离得越远越好。让我们看看她们的面相特征都有哪些。1. 嘴角眼角向下的女人，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如果女人的嘴角和眼角长得都是向下垂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内敛，也非常的悲观和消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苦瓜脸，整天耷拉着一张脸，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感觉好像别人都欠他们的钱一样，心思也非常的深沉，平时看上去一副闷不吭声的老实样，但私下里特别喜欢在背后说人长短和是非，特别的让人讨厌，容易把他们身边的负能量传染给其他人，几乎没有人愿意与这种人交往。2. 眼神凶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肠好坏，根据眼神的变化，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和品行好坏。如果女人的眼神看上去比较凶狠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暴躁，脾气不是很好，做事特别的情绪化，说翻脸就翻脸，而且心肠很辣，对他人缺乏耐心，做事非常的冲动鲁莽，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做事往往不顾后果，对待家人态度也非常的恶劣，家庭关系比较紧张。遇到这种女人的话，还是远离为好。3. 鹰钩鼻的女人，鹰钩鼻指的是鼻头部位长得尖瘦而下弯，看上去就如鹰嘴一般。这种鼻相的女人一般个性非常的阴险和自私，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然后做出一副迎合的心态，表面看上去是个好人，但实际上特别的斤斤计较，凡事都是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属于特别伪善的一类人，对物质和金钱看得非常重，甚至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身边的亲朋，所以与这种女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4. 眉毛上扬逆乱的女人，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感情状况，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上扬且逆生而杂乱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固执和叛逆，凡事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和批评，而且脾气非常大，特别的爱发火，做事非常的任性，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乱发脾气，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朋友，感情运势也不会好到哪里。5. 印堂狭窄。印堂宽窄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和心眼大小。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为狭窄的话，这种女人大多非常的小气和自私，心胸狭隘，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气度和包容心，做事只顾自己，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疑心和嫉妒心特别强，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舒坦，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坏心眼比较多，整天喜欢在背后挑拨他人的关系，而且贪心不足，非常的惹人讨厌，没有人愿意他们相处。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